Hello，哎，Hello，听得见我说话吗？哎，我应该是开了的吧？我不经常直播，我不太会直播，所以我想试一下，能听到说话就行。是不是这个直播还得分享啊？应该不用分享吧？你不只是第一个，你还是唯一一个。显示位置是什么意思？显示位置，显示位置什么意思？哦，谢谢。你们全部都是甄子琪的粉丝吧？我才看。感谢老甄的粉丝来为我捧场。这次上直播呢，我就是想着说，今天初六嘛，来跟你们拜一个年，希望你们多多期待我们的剧。估计那个剧年后应该可以上了，因为现在已经在剪辑过程当中。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已经在剪辑过程当中了。然后嘞，已经要了我和老甄的那个配音，对，我们已经把配音全部已经交上去了。相信他们的速度还是很快的。第三，哇哦，你们全是老甄的粉丝，太给力了，太给力了，你们！사이就사이啊。你们过年都在干什么？我这一次回来过年正儿八经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们那边的一个习俗是什么。我们四川这边的习俗就是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五、初六全部走亲戚。我们疯狂吃，已经吃胖了很多斤了。但我想啊，好不容易回家一趟嘛，看看家人，把所有的家人见一遍。下一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了。Hello， 哎呦，完蛋。我看看，我想想，我讲一下什么？新年快乐！讲一讲，我看看，讲一讲拍摄的趣事吧。心甘宠。哦，我跟你们说，你们都认识 Adam 吧？就是那个长按屏幕可以打开录屏，什么意思？我们的 Adam 哥，他这一次在新刊虫也有出镜哦，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很好玩。在做饭。Hello， 这不是安安姐吗？是的，我是。Adam 来演了一个我们认为是资方的人，然后本色出演，特别好玩。应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就已经有我们剧组的演员在直播了吧？
我当时是每一天拍，每一天拍，差不多一天休息3-4个小时吧，因为比较疲惫，所以也没有出现在直播里面跟你们打招呼。但拍短剧以来，我其实一直以来也是拍的电视剧嘛，小董，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这一次有跟他们合作上，对对对对对，哦，这是什么东西？谢谢。什么时候播呀？年后，我估计现在2月份，3月份应该可以播，因为咱们的后期也是老甄，整个团队是老甄经常合作的嘛，他们的速度非常的棒，他们就算是在大年30的那一天还在给我发工作信息，让我和老甄赶紧把那个 OS 就是心里话的内容补一下。我这2天 Mask 吗？你说的，这2天我有在看那个心甘宠的原著，叫那个捏碎温柔，揉碎温柔。我觉得，演的应该还是差不多的，应该也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妈，太酸了。我们在现场，我们会经常的去聊很多关于怎么创作的问题，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演员其实就是对剧本的2度创作，然后剪辑是对剧本和演员的3度创作嘛。我在宜宾，我在家里面，今年回家过年了。今年我们拍完《心甘宠》，然后在横店聚了一次餐，就和心甘宠的主创们聚了一次餐，然后就大家都回家过年了。年后再战，年后再见了。相信心甘宠应该也很快，因为我们也想着说抓紧着上，想要在年后的第1档把心甘宠呈现给大家。老甄你们是知道，老甄的演技一直特别的棒，然后嘞，这个剧至少的那个质感就不会特别差，相信大家应该也看见了那个部分的剧照，就是我们也是很期待这一部剧的质感。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一直在一起合作嘛。其实我跟老甄合作不是第1次了，《心甘宠》这部剧是第2次合作。老甄拍的第1部短剧吧，应该是第1部短剧，叫《本宫》，是他在哭夸你安安前辈的戏，他就是太客气了，我们相互学习的好吧。现场因为就是我和他的那个表演思路是一样的，他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是一个电影演员，然后我呢，我对于他来说是一个电视剧演员，所以说我们2个的节奏只是说精细化和那个线条流畅的那个可能不太一样，其他的那个思路都是一样的。因为大家也知道，就电影的话，电影它是需要把你的很多微表情，因为电影大屏幕嘛，还有很多微表情需要去展现给观众，然后让观众产生一个共鸣，在一些细枝末节的表演当中去了解到这个角色的成长路线和他的心理状态。但是电视剧的话，就可能是一条线，有起有伏，你必须要那个线起起落落，你这个角色才出彩吧。本宫其实是上得了的。Hey Siri， 这不是我们叶哥吗？然后，所以说我们2个的那个表演的模式是一样的。相处下来，或者说对于一些
剧本的二次创作下来的思路一样的话，就会表现的比较默契。对。Hello， 卡吗？卡吗？你猜我吃胖了没？我胖了6斤，完蛋了！回来赶紧练吧，咱们啥也不说了，练吧就。你吃胖了多少斤啊 ，Adam？ 你也胖，你胖了几斤？你不能再胖了。我是四川人，我是四川宜宾的，在座的有没有四川人嘛？你也差不多6斤了。我跟你说，上次我跟老甄发信息，你看什么时候？前2天吧，忘了。说睡不着，我说咋的了？他说大晚上的觉得自己长胖了，然后3、4点钟去家楼下就健身。我说我靠，太牛逼了！我说就你这个字，那个叫什么来着？你回来过年没有哦？我回来过年了呀，我在四川呢。我说就你这个自控能力，你绝对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长不胖的。我说让他咱回横店了之后求带，求老甄带我健身，只要他别让我收费，一切好说。哎呀，新干虫什么时候能播？我觉得应该是3月份左右，应该差不多吧。咱们的团队速度是杠杠的哦，因为我们也是希望在年后的第一波，想要让你们看到这个作品。我们团队对于这个作品都非常的期待。3月1号播，已经定了是吧？你看我们的制片人，哦哟，我的妈呀，崩我一脸！我们的制片人已经说了，3月1号 ，Adam， 3月1号播，那有的期待了。那就提前宣一波，3月1号播，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新干宠。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朋友 ，Hello。我看现在2月多少号来着？2月10几号吧，15号。这剧拍的虐吗？我想想看啊，虐吗？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这个角色是属于一直非常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事情，也就是说是一个特别有目的性的人。你说虐的话，可能就是在心理的程度上会虐一点，如果是剧情的话，我觉得还好吧。但是有很多个阶段，我觉得比较虐的是博望这个角色，因为他的一些经历和身世，相信大家很多看过原著党的人。老甄虐我没？我想想看啊，其实对于我这个角色来说，他虐不到我。虐的话，在我的理解是虐的话，首先是我对于这个人是非常在意的，是对他有喜欢有爱的，就等于说陆之琳这个角色是对博望是有爱的，他才能虐到他吧。但是陆之琳开始对博望是没有爱的。陆之琳一开始就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事，所以说我觉得虐，不太能虐得到，其实这个线我觉得还是挺平整的，它有一个过程，就双方爱上对方的过程吧。就跟正常感情都是一样的，有一个开始，有一个中间，有一个结束。过程来说，我可能心理状态会比较那个。首先，我这个角色是背负了很多东西，我是不能让自己去有一个正常的感情，我不能让自己去爱，背负了太多了。然后博望这个角色呢，我觉得他是
嗯，对啊，我直播间全是老甄的粉丝，所以说我觉得老甄的粉丝真的很给力。我的粉丝没有人，nobody，有没有我的粉丝呢？老甄的粉丝太给力了，下来感谢一下他。我老甄认识我，谢谢。不，还是叶哥的粉丝。多的我觉得我不剧透，但还是说我需要你们可以去期待一下，因为反正我和老甄合作下来，在于表演的二次创作上面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沟通也没有任何的障碍，所以说在我们演员本身演得很顺的情况下，应该观众看的也会舒爽一些。首先演员他自己演的不拧巴的话，就是整个线条是顺的，对于观众来说看着也是舒服的。我太佛了，佛啊佛，是吧？对，每一天喝喝茶，看看花，看看鱼的，真的很期待这个剧。希望你们好好期待一下，我自己本人也很期待。其实，喝的什么茶？喝的花茶，以绿茶为主的。想问一下，在《延禧攻略》，《延禧攻略》我里面演的玛瑙，你们看过《延禧攻略》的话，应该是知道一个角色叫富察皇后，是秦岚兰姐演的。我是他们那个宫里面其中一个丫鬟，是跟魏璎珞是一批的。你们如果看过《延禧攻略》，你们应该知道，就最开始在那个富察皇后宫里是有6个丫鬟。然后一个是尔晴，一个是魏璎珞，一个是玛瑙，然后还有一个珍珠，还有其他2个我不太记得了。前面的差不多得有10多20集吧，应该都是我们几个一起的。对，他时间确实比较久了。当时演这个其实也是挺有缘分的。一开始呢，是因为于老师是知道我是学舞蹈的，然后他很喜欢我的舞蹈功底，他是请我过去当那个剧的舞蹈编导，然后我说 OK 呀。然后于老师他是比较惜才的嘛，于正老师比较惜才，就说那你既然舞蹈跳得这么好，那你能不能演戏呢？我说我没有演过。于老师说那你来演一次试试看嘛。然后所以就演了一个可能戏份不是很多，拍下来《延禧攻略》拍了半年嘛，我是全程在组的，因为除了秦岚姐的一个舞蹈，就她当时有一个霓裳羽衣舞，然后还有一个叫高贵妃的她的那个戏曲，全部是由我编导的，然后还有就是《延禧攻略》里面所有的宫廷舞啊舞蹈成分全是由我编排的。当时我就跟于老师说，我说于老师，如果要让我演的话，我不想要一个太多戏份的角色。首先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能力在哪里，我不想要丢脸，或者说是耽误剧组的进程。然后其次呢，就是我没有办法一心二用，如果我的心思全部在专业编排这一方面呢，我可能对于角色的一个创作或者说是一个沉浸度不是那么的好，所以说我说谢谢于老师给我这个机会，但是呢你让我给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就是差不多30-40场戏吧，让我试试。然后拍完了之后，没有想到《延禧攻略》就大爆了，所以说好多人看见我的资料都说哇，你演过《延禧攻略》啊，在业内评价特别好，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作品。我说是的，其实心里还是很开心。然后于老师呢，也就一直其实充当了我伯乐的这一个身份吧，一直也都带着我，差不多和他一起合作了4年。那4年所有的戏我都在，就包括后面就慢慢成长嘛。我就跟于老师说，我说其实啊，我这个人要做一件事情，我必须得很专注的去做它。
比如说我在当编导的一个位置，我需要去了解这个人的角色以及他的身份，我跳出来的舞蹈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我还要了解于老师他是拍古装比较多嘛，我还要了解当代的那个，比如说宋代或者唐代的舞蹈的动作就是很特有的，比较张扬，然后唐代也是一个中国特有的以胖为美的一个元素，所以说我需要去了解历史，然后还要去跟组的史学家们去沟通，然后还要去看一些唐代舞蹈的典籍，才能去更精准的表演出来嘛。对于我来说，我还是觉得专业，就是用专业去做专业的事情。我是我是四川乐学院的舞蹈系毕业的，然后去了杨百翰大学留学，在美国，考了一个现代舞现当代舞的表演，不对，现当代舞的编导证。其实我的专业是舞蹈了，到今年为止，我跳舞跳了24年了。就对于舞蹈方面，我可以说很多东西，但对于表演方面，我还是一直在学习。就比如说，在于老师的组里面，我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去跟好多前辈们学习。他们确实，有看到很多敬业的，好多前辈在现场几乎都是不带剧本的，他们是把剧本的了解到了一种非常透彻的情况，然后包括导演在现场调剧本、调台词什么，他们都完全可以无缝衔接。对于这一点，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很多很多学习，还需要很多经验才行。表演嘛，其实也是属于每一个专业，或者说哪一件事情不是活到老学到老了，对吧？还是需要各种维度。就比如说，我觉得现在我可能是真听、真看、真感受这个慢慢的在往真实的方面走。然后还有就是在每一个角色里面去找一些跟自己有共通的一些个性啊、经历啊，然后让观众有更多的一个共鸣吧。我觉得表演是这样的，也是在摸索不断的学习当中。如果说你们看到了剧，请多多来评价一下，多多给一下建议。对，因为我需要很多意见和建议。Hello，后面还拍短剧吗？对，我居然直播了，是的。后面也会考虑短剧的，因为短剧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主要重心还是放在剧和电影当中吧，但是中间有一些空档的话，不妨拍拍短剧啊，因为对于我来说，如果你空着的话，可能你对于一个现场的累积以及经验来说，就会空掉那一段时间，我觉得挺可惜的。哪怕是短剧，我觉得也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就比如说短剧，它的表演方式其实跟电视剧不太一样。电视剧是需要铺垫的，它可能在一个起承转合的前面，它需要铺一条很长的线，才能到达那个世界吧。但是短剧不一样啊，短剧它需要是直接让你情绪到达那个事件的巅峰，或者怎么需要几个大的东西。你要开心就真的很开心，要悲伤就真的很悲伤，它只需要那么几个大的点。所以说我觉得短剧其实也是一个需要学习的东西吧。毕竟是程度不一样嘛。对于短剧来说，我其实是肯定的，因为每一个东西的存在一定有它自己的目的，以及所有人觉得它好的一个理由吧。要不然它不可能说是存在这么久，并且现在还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首先呢，现在是这个时代不一样了，不像以前了，就真的是车马很慢就不再是那个时代了，现在都已经银河5G 了。没有，感谢感谢，是老真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因为我私下跟老甄跟 Edmund 也都是朋友，喜欢去聊一些比较深刻的事情。我和老甄聊的更多的就是关于表演上和关于艺术这一板块的东西。你们也经常会去看老甄的直播啊？对，其实是去年几月份？8、9月份吧，我和老甄拍第一部戏的时候认识的，就属于相见恨晚的类型，因为我们喜欢去聊一些深刻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聊到表演哈，就不可能说是停在浅层的浅聊即止，是聊着聊着聊深了。比如说一个角色，或者说我会去跟，比如我们杀青完了这个本宫那件事，杀青完了之后，叫本宫，哎，叫顾总别闹，哎，顾总别闹，本宫要赚钱还是怎么着？因为后面他会改名字，叫顾晨婷，哎，他叫顾晨婷，我叫什么？我有点问了，对对，本宫要搞顾总别闹，本宫要搞事业，还得是你，无敌花花，还得是你。看我这个脑子已经不行了。对对对，是的，是的，嗯，对的对的，那个是古川金的，那个是个古川金的。我当时是拍的第二个短剧，然后老甄嘞是拍的第一个短剧。说实话，我是其实可以从拍剧以来这样去算起，我差不多拍了4年了吧。拍剧以来这样去算起，他是我合作以来最舒服的一个演员，因为我们两个的节奏是一样的，然后我们两个喜欢去挖角色，喜欢去深聊。我喜欢聊他这个角色，他喜欢聊我这个角色。其实最开始还有点火气味儿，你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觉得你看一个戏也就7天，我以前拍一个戏可能120天、160天，甚至半年、10个月，我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了解对手的演员。但是你说一个戏7天，我还是有点怵。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样快速的去了解这个演员？那就是各种聊，然后我需要去试探他的维度在哪里，你最高能高到哪里，你最低能能低到哪里。所以说就是经常在现场哈拍着，只要是。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就会跟他聊，我说，哎，顾晨，他这个名字叫本宫，他的角色名字叫顾晨婷嘛，我就会跟他聊，我说你觉得顾晨婷我想起来我的名字叫洛风哥，他是爱洛风哥的吗？还是说你觉得他知不知道洛风哥不对劲的地方？就经常会去问这些东西，因为我需要了解到他内心的一个核心在哪里，然后我又会把我自己理解的这个角色的核心给他交流。我会说，我认为洛风哥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对于顾晨婷的想法是什么什么什么，他做这件事情的基础和核心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也会跟他聊，就是洛风哥首先是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在哪里，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3件事情我一定会跟他聊得很清楚。然后我也会去问老甄，那个时候我还叫甄老师，那个会去问甄老师，你对于这个角色的理解和看法，和对于我这个角色的理解和看法是什么呢？就经常会去聊，然后发现，哎，这个人非常 nice，就是我好多，就我会有心理负担，我会怕我说多了，人家对手演员会不会觉得我很啰嗦，或者说是会不会觉得这个演员有毛病，会不会这样？但是他没有，他很有耐心，就一直在跟我聊，然后甚至到后面就发现2都创作完了之后，还能有很多可以玩的东西。哎，好，拜拜，你去吃饭吧。还有很多可以玩的东西，就觉得这个演员真的很 nice， 他的维度也比较高，所以就后面拍到第几天，第4天5天的时候，就完全很放心，就完全去相信这个角色，相信对手了。就很多时候就会相互丢包袱呀，就巴不得对方接不着戏。接不起戏，结果其实都还是接得上，其实也就证明了对方是一个很好的演员嘛，他有真的去了解，有跟这个角色真的做功课。这样其实我是非常尊重对方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中间有一段时间吧，
是中间签公司了，你应该是认识我蛮久了。我中间签公司了，签的徐海桥的公司，然后就把所有的社交账号全部交付给公司，然后一起管理，就不让上了。然后现在解约了，一身轻松，就可以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我发现我还是喜欢自由一点。都可以上了。是的，我和他在工作上面合作非常的默契，有可能吧。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和他在工作当中是属于同一种人，正儿八经有点事业脑，就会非常认真的去琢磨一个东西，甚至说我琢磨好了之后，你呢，你跟我的琢磨思路不一样，我就得想办法把你说服了，要么就是你想办法把我说服了，反正就这样。两个都说服不了对方，那就不行，就一直得争着。对于这个我是比较执着，我很执着这件事情，就必须一场戏要两个人都舒服才行，那不是杠精。我生日多少？我是9月5号的，我一个处女座。其实你别说，还真的蛮杠的。我记得那个心肝虫有一场戏，我好像大家都比较杠的，但当时是4场戏连拍，当时就是4场戏连拍，其实是整个拍戏的过程是他在吃饭，然后我要给他说一些话，就全是我的台词，巴拉巴拉。我比如说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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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个字完了之后，老甄，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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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喝汤。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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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虾，就类似于这种。我当时那一场压力挺大的，因为首先，其实这个还真不是啊，这个还真不是。等会儿回答你这个问题，他比你小，教育他，其实没有。那场戏，因为我台词量比较大，所以我的那个压力也挺大的。然后我想要把这场戏又演得好玩，因为大家也知道，当台词量特别大的时候，演员会演得很无聊，观众可能也会看得很无聊。所以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个该怎么办。要么就是我在里面加动作，但是因为现场的饭菜只有那么一些，然后老甄嘞喜欢吃道具，我又得需要去控制这个东西。我又得去减少自己的动作，那我要怎么才能让这场戏好玩呢？我只能在声音上面做功课，比如说我说这个声音扬一点，说这个声音低一点，就探听的感觉，或者说是哄的感觉，类似于这种，只能说是在台词和语气和我的状态上面去体现，让这一大段显得不那么无聊嘛。但是就好多次动作对不上，因为老甄对于他没有他台词很少，但是动作给到我很多说台词的契机，所以我就要不断的去跟他对这个动作。但当时已经拍了很久很久，大家都很疲惫了，反正就那场戏，不能说是争执吧，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对于表演节奏上相互没有对上，所以说那场戏其实有一点遗憾，也没有再给时间多拍。首先是一个场景的问题，然后后面接下来还有很多场戏要拍，然后那个场景也要杀青了，所以说对于我和老甄来说可能会有些许的遗憾。到时候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有一大场我和他在饭桌上，我递资料给他，然后让他玩游戏的一场戏，你们可以看一下，到时候也可以评价一下。反正是希望对于老甄来说，老甄肯定也是希望这场戏能拍好。对于我来说，我也是希望就是不要有遗憾嘛。但是后来我们两个对短剧叫《心肝宠》，但后来我们两个拍完这场戏了之后，就相互再去聊天，就说好像对这场戏都不是那么的舒服。之前有说看有没有机会再重拍一次，但时间有限，也没有办法了，可能就是一个遗憾的艺术吧。希望以后我们 A to Z 能把那个首先剧本我们肯定选剧本是没有问题的，把时间能稍微宽松一点，这样对于我们导演的创作、演员的创作维度会更多。
其实演员，对于短剧来说，我觉得有一点比较耗心耗神的是因为时间有限。你想啊，他差不多六七天就要拍一个100集的戏，我会觉得说，可能对于创作的经验有限。哎，我刚刚说我刚刚说要回答一下元宝的，他比你小，教育他，其实这个不存在的，因为他就算比我小，但他的思想非常的成熟，很多事情我还要向他取经。在这方面是相互很尊重，我觉得很棒，人是很棒，非常棒，也很有前瞻性，他的思想很开阔。是不是老是叫主角为废物的？是不是老是叫主角为废物啊？这什么意思？没看明白。跟你同岁的思想，他确实有可能是因为他的经历吧，我觉得。但说实话呀，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他的思想非常的成熟的话，那他一定是经历过很多的事情。因为我平时我没事儿，我对于演员来说，我是一个很新人啊，我也不是学专业的出来的，就俗称一个野路子。我是学舞蹈插过来的嘛，所以我觉得会落下别人一大截，我需要自己去弥补这些功课。平时我会去看一些有关于心理学的书，我就会比较喜欢去分析角色，或者是分析这个人。我会觉得说，你看，当一个人他的心理年龄已经远远超过了自己的实际年龄的话，他一定是经历了很多事情，或者说是背负了很多吧，要不就是压力，要不就是责任，或者说是巴拉巴拉一切东西吧。早熟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有原因的。但早熟并不是这应该，早熟其实是一个双面性的东西，是好事也不是好事。是好事呢，就是说你很早的以一个比较健全的三观和思维去思考一件事情，你这样对自己可能踏过的弯路会少一点。但如果说是一个不是好事的呢，那可能就是你少了很多在那个岁数应该有的乐趣吧。对于我来说是这样。就像好多人有一种说法就是好多人，我看见了这个橱窗里面我好喜欢一个娃娃，那我就努力的去积累，想要去购买它。但当我真的积攒了很久很久很久，当我好多好多年之后，我终于有能力去买这个娃娃了，那我还想要吗？其实可能已经不是当时的心态了，因为走过了很多路，再回来看，好像不太一样了。就像好比现在好多经历的事情吧，可能这个估计是有共性的。现在好多人经历一些事情觉得好难好难，就是完全扛不住了，过不去了。但是当你在过几年之后再返回来看现在呢，你会觉得我已经走出去了好多。我当时确实很不容易，但是有可能我在几年之后会一个笑话，或者说是就笑着把这一段很难的经历再讲出来。在那个时候我会觉得你会为自己欣慰的，因为你已经走出了很远，成长了很多。Hello， 高总，我觉得人生这一点非常有意义，就包括我其实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写日记，差不多从几岁开始啊14岁吧。我读大学读的比较早，我13岁半就读大学了，然后18岁就研究生毕业了，一直以来到今天都有这个习惯，10几年了，写了快20本日记。这次搬
新家把所有日记本全部拿过来，我还挺惊讶的。原来我已经写了这么多了，然后再去看看，比如说我在24年的时候，我去看看，之前写的日记，会觉得哦，真的好幼稚或者怎么样。然后，但是当时好难好难的一些事情，就可能对于我来说，在当时是一个人生的坎儿。好难好难的一些事情，在现在再看来，哦，我已经走出去好远。我其实挺为自己骄傲的，希望你们也可以这样。就遇到的事情，首先要冷静的去判断，如果不能冷静的话，就让自己去干一些别的事情，对，然后再去解决，再去解决。其实我觉得，你遇到一件事情，你知道它错在哪里，或者说他知道它差在哪里，那这件事情其实已经解决了50%了。喜欢听我的观点，请多直播吧。这些其实都是瞎聊了，瞎聊。你说如果真的，天天讲这些，其实也会觉得爆完无聊了。不过我还是真的比较佛系，我是希望就是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能量。对，因为话语是阅历的体现，大家应该能看得到。我其实是在书房直播的，这一些是我看过的书，我其实蛮喜欢看书的。我没事我就会喜欢看书，给你看，这些是我在这里刚买的书。书狂，除了看这些著作，还喜欢看小说。特别小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小时候存钱，每一天我妈妈给我3块钱，然后吃一两牛肉面，就把2块钱存下来。那时候牛肉面才1块钱一两，存2块钱，存个1个星期，我就可以买书，买那种小时候喜欢看小妮子的书，好多哦，会有天使替我爱你啊，银币次的婚礼啊，101宠物猎人啊，哇，我太喜欢了，从小就是喜欢看这些有的没的，然后后面就喜欢看一些文学著作，就比如说三国，红楼梦其实没怎么看，我看的多的是一些，我看宋史、唐史，对，我看《史记》看的比较多，因为有一段时间拍古装拍太多了，就跟于老师他们拍，宋代的、清朝的，你看《延禧攻略》不就是清朝的、唐代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大唐女儿行叫什么记？哎呀，一下忘了，《力歌行》改名上线的是《力歌行》，是李一桐和徐凯的主演。然后其实那部剧是大家开始熟知我的，那是一个唐代的，然后那个玉楼春是一个宋代的作品，玉楼春是白鹿的主演嘛，然后嘞，白鹿、辣目洋子、金晨，因为演的是一个大家庭一个宅子里面的事情，其实都大家的关系非常好，天天见面，天天一起吃饭什么的。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这个能帮助到演员更好的去熟悉这个环境。你想啊，我们本来是一个家人的一个关系啊，大家一起生活了10几年甚至20年的一个关系，但是你见到的所有人可能都是第一面见。我记得我跟金晨是第一面见面，然后后来我们就一起吃喝玩乐，一起打闹，然后就越来越熟，越来越熟。就很多时候在戏里面就会觉得说，哦，这真的是我的姐姐，怎么样，哎，就会就是肢体语言也会很亲近，动作状态也会很亲近。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能帮助到演员的。哎呦，想起来什么了？所有的苦都是人生的积累，后面再遇到就云淡风轻了。这句话说得好，我觉得很棒。这句话，很棒。
会有天使替我爱你。我小时候我真的太喜欢看这些了，但是这些书都是藏起来看的。那时候还在读小学，我妈还觉得说你要看这些言情小说怎么样，不好好学习。然后后来我就跟她生气，我说如果我考双百分你就不能管我，我说你考双百分你要奖励我，我说你奖励我100块钱，我100块钱我就可以买4本书。然后我妈就给我打赌，说好，你期末考试考双百分，我就不再管你看书了。结果就考了双百分，我妈直接哑口无言，无语了。我妈无语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喜欢我妈妈对我的教育，那就是属于放养式的，只要你的那个大方向不出问题，她就不会去管你，就导致了现在我有很多主见，自己的主见，就包括我去读大学也好。但其实我读大学可能会比正常人要小很多，我13岁考的大学嘛，14岁读的大学，对于大学的选择也好，然后对于留学的选择也好，还有就是出国工作选择也好，都是我去告诉我妈。其实我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我说我要学舞蹈，那时候我是正常的文化嘛，学文化。我在5年级的时候就考上了一个舞蹈那个叫什么舞蹈学院，不叫舞蹈学院，应该就是一个舞蹈学校吧，一个舞蹈学校。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我想走专业的路线。我妈妈说会很辛苦哦，这么早上的，对对对，因为我可能是，就是那个制度的关系吧。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我要学舞蹈。妈说很辛苦哦，你不要叫苦哦。我妈，开始她都觉得我可能坚持不下，那个时候只有8岁。我跟我妈妈说，我选择了，我不会走回头路的。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太小了，又在外地读书，最多就是又是住校的，我可能就是星期六、星期天会躲在那个校长办公室的桌子下面哭，这就是我唯一觉得不太能克服的东西。我就是会想家，然后其他的就拉韧带什么，不管再疼再累，我不会多说一句的，因为我觉得是我自己选择的东西，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然后后面就是跟我妈妈说，我妈妈想要让我上川大，因为当时我的专业是四川省的第1名嘛，就可以去选四川的所有学校。我妈妈觉得川大好，我就说我为什么一个学艺术我要去一个读文化的学校？我说我不想要一个很辱气的，就是书生辱气的那种地方去学艺术。我想去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地方去学艺术。然后就川音嘛，川音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魏晨啊、李宇春啊那个学校。川音是以钢琴系出名的，但是当时舞蹈系还不是特别好，我就说我想要去那边读舞蹈。后来反正也是把我妈说服了，去了之后结果我毕业还是个重本，因为舞蹈系升上去了，还是个重本。我妈说你还不错，有个前瞻性。然后毕业之前就是运气还比较好，遇到了那个学校的交换生可以去美国。然后当时因为我的专业还不错，就被学校选去美国当交换生，去了一段时间回来，我在那边就是读了一个研究生回来，然后再回到国内大学的论文答辩。所以说他们觉得我好快，我说其实也就是遇到了，我相信大家都遇到的话也会这样去选择。反正给到我这边的，我就跟我妈妈说，我妈妈就是说一定要研究生毕业。我说我不想研究生毕业，反正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不想读书了，所以读得很快。要不要管理员？好喜欢心花怒放，管理员可以呀，可以呀。我好像有，好像没有。我应该有。我不知道。我太久没直播了，上一次直播还是5年前还是几年前，我忘了。我签了公司就没有直播了。反正我之前直播过的，但是很社死，就完全不知道聊什么。聊过几次，给到我直播就是不太会。
就也一些经历完了之后，就是到了，我是刚回国，我还在韩国工作过1年嘛，刚回国。回国之后，我就告诉我妈妈说，我说我想去当演员。当时所有人都是反对的，他们说你为什么，舞蹈成就已经比较高了，你为什么要放弃你的专业，然后去选一个你根本就是不熟识的东西呢？我说我想去挑战，我每个人的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要后悔，我不想要有遗憾。花了3天跟我妈 battle， 幸好啊，就是我妈是从小灌输的让我自己去做决定，我把她说服了，我妈就给了我几年时间，那你自己去吧。但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家里面所有的关系没有办法去帮到你的这一条路，你必须要靠自己。我说不会的，我说我靠自己 OK。而且去了，立马就遇到伯乐，我觉得可能是运气比较好，就遇到了于老师，就一直跟于老师合作嘛。其实也遇到过很多坎坷吧，也不是坎坷，就是我因为对于自己的要求很高啊，就巴不得，对于我来说就是原地踏步就是退一步，我不希望这样，所以每一步都在规划。当我可能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我就会很烦恼，会觉得说太慢了，还是太慢了，会给自己很多压力。有一段时间就状态不是特别好。工作室新年规划咋说？姐姐新年横屏竖屏一起吗？新年我们工作室是有规划说有一个横屏短剧啦，是一个横屏短剧。我们工作室当然也是希望越来越好。对噻，我是川妹子，我现在这儿应该有那个定位哦。四川话你们听得懂不吗？除了拍戏还接其他不？除了拍戏接其他吗？我想想看啊，除了拍戏接其他吗？你这话还真问到我了。如果是编导的话，我会编，但是我可能更倾向于为自己的戏服务。就比如说，我们自己工作室筹备的项目需要一个舞蹈编导，那我是 OK， 完全没问题，我能胜任。我能一定会给出一个比较惊艳的成绩。其他的除了拍戏，估计我会尝试写剧本，或者说是往出品去想一想。但这个也是后话了。现在我觉得还是先做好演员吧。我需要沉静下来，把一件事情做好。当我有成绩之后，或者说是有不错的，就其实有成绩之后，再去考虑另外一件事情吧。四川哪里的？听得懂，我待了6年。对，我四川宜宾的。宜宾估计好多人不知道，宜宾是五粮液的酒都。还有宜宾的美食就是燃面，宜宾有一个地方叫李庄，白酒、白肉、白糕，对，五粮液，是的。883，对头，883。李庄白肉燃面，对呀，你说嘛，宜宾这里太多好吃的东西了，那一回来长胖不怪我吧，这，但我会好好练下去的。刚刚Adam说3月1号上新单虫，目前啊，不往后推的话是3月1号上，3月1号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主要是跟舒服的演员合作，跟信得过的团队合作，大家在一个质感上会有一个很大的飞跃。而且我和老甄也是2搭了，就完全有老甄免费教练，老甄也是2搭了，有一些默契在。但到后面还是靠你们大家了，多去看一看，点评一下。免费教练
抓不抓得着他哟？他估计有点忙年后。你叫咬 Adam Adam 也叫老叶了。一搭演的啥？一搭还没上呢，一搭后期对 ADAM 一搭的后期比较慢一些。叫老叶教的比较多一点。然后我叫他 Adam 教的比较多一点。一搭有可能会跟心肝虫差不了很多时间，有可能，只是有可能，因为现在一搭其实也就是一些当时是为了什么？那是因为配音，但配音现在也 OK 了。木星哥哥也是艺名，算是吧。我叫他叫 Adam 叫的比较多一点。老甄应该叫老叶叫的比较多一点。对，就叫老叶叫的比较多一点。现在6点半，你们还不吃饭吗？不能再吃了，我怎么一直没有停下来再吃东西？我天哪！稍等一下，我去上个洗手间。走，小白，Hello 啊，你们 Hello 啊。之前有人问过我，但是好多年前了，我一直没有回答过他的问题，是一个粉丝问的。他有问，他说你觉得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是指的粉丝和艺人当中。我觉得吧，我在这里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看见回答一下。我会觉得说艺人和粉丝，我觉得可能我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艺人，我觉得这只是我的工种是这样，我的工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会觉得是一个相互需要的关系。我们需要你的支持，需要你们的建议，更需要你们的监督。那你们需要我们，可能是需要我们的陪伴吧。对于一个作品来说，也需要我觉得我是需要输出更多的观念，或者说是自己做一个行为准则的榜样，或者说是积累更多的作品给你们观赏也好，让你们打发时间也好，让你们觉得有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也好，能让你们消磨时间，并且能有一些正确的观念，能输出到你们，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很棒的，就是所以说相互需求的。二爷嘞，
我不知道。不行，我还是想吃。妈呀，完蛋了，回去再剪吧。怎么办呢？回去再剪吧。我这是一个演员该有的样子吗？一直在吃。不过我这个柚子，不，我这个其实不是柚子。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有一个东西叫，我不知道普通话怎么说，四川话叫捞摸干。木干也是白柚的魅力，也是柚子的一种，它是老树，就是大概有20-30年的那种老树，它是青的，它也不是柚子的一种，它是有一种，它水分很足，有一种麻的感觉，但是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特别是对于三高高糖的患者来说特别好，对你的肠道也很棒。这是我自己去那个老家的树上摘的，从小我就喜欢爬树，去树上摘的，吃着吧，好，可以，掰不下来，妈呀！好，刚刚那个崩我一点水。想想看再讲点什么嘞？哦，对，我还没跟大家说新年快乐。昨天大家都拜财神哦，好不容易有一天是迎财神遇到情人节，对吧？希望大家能够财情两收。对，也是第一次在那个直播上面这种动态的跟大家说新年快乐。看我一动起来，我话就少，这什么毛病呢？一动起来话就少。朋友 ，play，自我一点。哎呀妈呀，妈呀！Hello 啊，谢谢。我再讲一讲什么嘞？你看，讲讲好玩的。谢谢你送的粉丝灯牌。讲讲对于一个说这些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是的，柚子差点滋水滋出来了。卖，我觉得作为演员啊，可能也不是作为演员，我觉得各行各业都需要一个就是心态好才行。前段时间我看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棒，分享给大家：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我觉得这句话很棒，真的，分享给大家。就当大家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希望能想想这句话，也能给自己给到一些能量。回来了，吃饭去了，去吧，去吃饭吧。我再播2分钟我也下了，6点半下。我把这柚子吃完我就下了。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希望大家能在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没有能力的时候，吃完了都没有能量的时候，想想这句话，因为每一个人肯定都会遇到很多的事情吧，希望能给大家一些能量。
我觉得这句话的能量挺强的。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我是一个比较相信能量场的人。很多事情呢，我觉得尽管去努力好了，时间会给你答案的。还有一个就是得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当你把自己的路线梳理清楚了，很棒的，会很节约时间。星星剧照照的也很好。对啊，星星超棒的，超棒。我们去杭州给他撇过来的，他很棒的。他是首先他自己热爱这个东西，所以说对这个东西会有更深刻的研究，他未来的路会走得很远的。因为也跟他聊过天嘛，他的第一小男孩，对，他的思想其实很成熟，对于自己一个职业的规划也想得比较明白，所以很看好他的，很棒的。差不多，我也吃完了，差不多要下播了。谢谢，来，祝大家新年快乐。也是的，他也跟他聊来，对吧？好，我下喽。哎，等会儿，哎，这点哪个下？在哪儿下？更多？在哪儿下？完蛋，哦这儿，拜拜。